这林反正肯定还掺杂了别的东西。看来他不只是让我受伤，还要我受尽羞辱，丢人现眼。别碰我！青桃妹妹，青桃妹妹留步！今日是我不对，是我学艺不精。我这有上好的金疮药，妹妹可拿去疗伤。你若偏要见他，我不介意让他上来看看我们这风月作态。燕城哥哥，青桃无碍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多加保重，改日我再去府上探望。妹妹若是难受，不如许我来当你的解药。妹妹倒是真厉害，宁愿自伤，也不肯让我碰你一下。我西岳燕城世子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沈清棠，今日我可以不碰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裴宗之，我们是兄妹啊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能，并且要定了。公子，派出去的人手来报，青棠姑娘身世如他所说一致，确实是临川的调香世家，父母皆死于瘟疫。若只是如此，那平南王为何几次三番的暗中调查他，还让他与燕城交好？哪怕掘坟3尺，寻尸问骨，也要寻得真相，不能再让任何人染指靠近他。是。见过昭和公主。听闻青棠妹妹昨日在比武场上受了大惊，身上还留了疤，本宫实在放心不下，这才想要妹妹进宫。多谢公主记挂，一点小伤，青棠已经无碍了。怎会是小伤呢？女儿家的身上留疤，可是顶大的事儿，多难看啊！本宫近日得了一批异域贡花，听闻这花的花露对灼伤的伤口有奇效，可是花露采集下来就失效了。不若本宫亲自给你试试。公主，臣女的伤真的已经无碍了。公主会有些疼，但为了痊愈，妹妹可忍着些。公主，好，起来吧。
好了，妹妹，万望这花露有效。青堂，谢过公主。昭和突发毒疹，无法见人，是你做的？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可知昭和并非西院的行路？东宫若失法，妹妹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半月见不得人，可不止1000。哥哥放心，这次我做的比上次更加隐蔽一些。若只因为我是养女，身份卑贱，他便可欺我辱我。若我只能一味的忍耐闪躲，清堂心有不甘。如此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为何不与我商量？求哥哥帮忙的代价，清堂付不起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无论什么事我都应你，什么事我都能为你做到。可是哥哥，你始终不明白，我并非你的宠雀驸马，我想要的可以靠自己去实现，而非依仗他人，受之掣肘。手没事，腿呢？脚呢？我没事了。我看看。燕城哥哥，我当真无碍，伤已经好全了。你无碍就好，都怪我害你陷于惊吓和危险之中。那日之事不怪你，燕城哥哥不必自责。你当真不怪我？那就好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一心想着来找你。哦，上次你说你喜欢大漠的无拘风光，我便托人做了这个，有他陪你，或许能让你开心。来，风烈追星滴弄影，双提竹垫去无声。若我也能像他们这般自由自在，该有多好！燕城哥哥，多谢你，这灯我很喜欢。啊，你喜欢就好。往后只要是妹妹喜欢的，我都去为你寻来。之前老夫人只期着子期姑娘嫁入宫中，没想到这沈姑娘，怕也是不同从前了。不愧是我裴府教养出来的好姑娘，清堂果真入了世子的眼。若咱们真能与他们定了亲，更可为从之在朝中增添裨益呀。可这沈姑娘的出身家世，终究无法改变。平南王当真能同意？从之父亲还在世时，我们两家走动颇多。如今燕城世子回到京城，也该延续两家世交之情，亲上加亲才是。我父亲也是这样嘱托，所以最近多有叨扰，还望老夫人不要嫌我。府中小辈里，属清堂最为乖巧。如今姑娘年岁也大了，老夫人正筹算着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
抬一抬身份，好以嫡长女的身份许个好人家呢。祖母，老夫人，何须别的人家？我心悦清堂已久，愿护他终生。若老夫人恩准，我不锐便央求父母，请他们前来提亲。如是世子，老身倒是放心，此事甚好啊。不知清堂丫头的想法呢？婚姻大事，清堂但凭祖母安排。燕城哥哥，你刚才所愿所想，可是真心？当然是真心。自那日宫门重逢，我便对妹妹一见倾心。我呢，只要认定一个人，便会金石不渝。只要你也有此心意，我定倾尽所有。祖母的意思，就是清堂的意思。真的。清堂，我定不负你。公子，今日燕城世子又来找沈姑娘了，午膳还是在老夫人那边用的。祖母何意？老夫人打算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成为您的同亲胞妹，以此撮合姑娘与燕城世子的亲事。您一向最疼爱清堂姑娘，她能摆脱了二公子，还能许给燕城世子这样的高门贵胄，简直是一桩幸事。清堂无需许给别人，我娶她。可，姑娘自己似乎已经同意这个安排了。到底了解多少？不多不少，但足以托付终身。妹妹还是单纯，相信这走马观花、稍纵即逝的情谊。你烧了这灯又如何？他从来不会像你这般逼迫我、囚困我、侮辱我。他在我的心中，就是比你好100倍、好1000倍。沈清堂，放开我！你管这叫逼迫、囚困，不叫爱？这不叫爱。你把他送你的修剑，变成伤害我的利器。只要我不死，你就别妄想嫁给他。
小姐，记名一事，因大夫人常年信佛，须得择吉时于祠堂摇签，向祖宗请示询告才能定下。采薇，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。那我陪您去祠堂拜拜，求个心安。小姐，这……看来明日是有人不想让季谦落下了。我已经换了前门，只要你配合，废除记名。我凭什么要让你如愿？你从小亲情保护，让他快意无忧长大的裴子期，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是你偷情生下来的孽种，你觉得他会好过？入宫为妃前，若是此事被揭穿，你觉得又会是什么后果？你果然同你那短命的父亲一样，卑鄙无耻，不得好死！像你这样的毒妇，不正与我们相配吗？你以为我还是小时候那个费尽心思只求你多看我一眼的傻子吗？若不是裴玉当年巧取豪夺，我怎么会与爱人分离？若不是因为怀了你，我怎么会此生都被困在这囚牢？你们父子害我至此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在裴府，谁都不得安乐。那裴子期又有什么资格可以独善其身？互相折磨，生不如死，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如今只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你以为你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就会感激你、爱上你吗？你如此千方百计地困住他，他只会恨你。我看他就是下一个我。母亲放心，我不会是父亲，而他也永远不会是你。方才我看到你从江晚房门外走了，你都听到了。今日所见所闻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作为交换，希望哥哥不要插手我明日记名之事。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肯选择一个外人，而不肯爱我半分？因为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弑父的恶魔。好一个我可怕我恶魔！可沈清堂，你怕不是忘了，15岁那年是谁与我共谋，让我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？我来帮你。可沈清堂，你别忘了，15岁那年
是你亲手帮我毁尸灭迹，与我共同撒下这弥天大谎。我是你的帮凶，但那是我求生的本能。那时，你分明对我也起了杀心。如果我不那么做，我还能苟活至今吗？我以孤女的身份入府，从小无人可依，必须做小伏地，察言观色的去讨好府里的每一个人。我明知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可是我胆怯、懦弱，无力反抗。我只能听话的做一个顺从的好妹妹。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我真的已经受够了。我原本以为，你与我一同承担着恶果，瞥见了我不堪的底色，就可以接纳我。15岁那年，你我生死共命后，你在我心中早已不是妹妹。可如今你却告诉我，你憎恨我至今。沈清堂，你原本可以骗我一辈子，何必说出来找死？若是此事让你情思错起，那今日我便与你说清楚，我们之间绝不会有爱。沈清堂，是你一次次背弃我，逼我强求于你。我要给你多少次机会，你才肯认命？你的心中早已千疮百孔，而我这一路走来也是如履薄冰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注定是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。不如就此放手，可以吗？妹妹不会还以为你现在还……怕是会有不少人闯。我去向店家要些驱蚊的檀香送来吧。好，你这会按小厮便去睡吧。香到了，我自己点上就好。好。妹妹所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对门的厢房之中，我的母亲比视正和她外堂的情夫幽会，也找客栈的小厮要了一尾香。真不好，现在的客官玩的可真疯。那夜，小厮送香却送错了房间。客官，你要的东西。我本以为妹妹调香多年，多谢。会有所察觉，不会出事，故而不愿插手我母亲的那些丑事。哪曾想，妹妹却是失察，中了那香。
姑娘画的是鸳鸯，还是金丝雀？鸳鸯昆禽双死，鸟雀终伏笼中。我画的是可以自由翱翔于天地的鸿鹄，无拘无束，不枉世间。小姐，公子让我把这给您，还望您能收心，别再忤逆他了。拿个破锁就敢来讹诈别家！一把金锁，就想锁我一生吗？哥哥，求您放我出去吧，都是清堂的错，我再也不敢随意出府了。背着我偷偷溜出去，还蠢到被蛇咬，不给妹妹吃一点苦头，妹妹怎会长记性？姐姐，姐姐，燕城世子亲自来议亲了。什么？可我如今已经成不了陪府嫡亲的姑娘，她怎么会？哎呀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姐姐随我去就是了。哦，这个是母亲让我转交给你的，她心中意为求出那样的胸签，坏了你的记名而感到愧疚。姐姐千万不要怪她。此事乃是天授，我又怎会怪罪大夫人？今日世子亲自来了府中，我相信上天还是有几分垂怜于我的。嘿，只要姐姐心诚意切，一定会有好姻缘的。我们走吧。老夫人想着，既是金玉良缘，又何必拘这些繁文缛节？老夫人一直将姑娘当做亲孙女照看培养，样貌品行绝不输于任何世家闺秀。清堂在我眼中，胜却世间所有女子。子期姑娘不是也要嫁入宫中为妃？莫不如将世子与姑娘的婚事定在同日，花萼相辉，双喜临门。我自是愿意的，就是不知……好孩子，老身呐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要是你的亲祖母还在世，看着该有多开心呢！婚嫁姿势体大，祖母和世子虽然有意，但如今我才是陪府的主人，我自是要先问过清堂的意愿。妹妹既然也在，便表个态。清堂，世子，自那日宫宴重逢，我便一眼认定了你。如今你云烟未嫁，我弱冠未娶，你若愿跟我长相厮守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娶二妾。这世间情缘，多是兰因絮果，世子倒也不必急于给他这么大的承诺。妹妹还是要好生考虑，无论做什么选择，为兄都是你的退路。怎么了？
承蒙世子厚爱，恭清堂无负成婚。清堂，清堂姐姐，你犯什么傻呀？清堂自知身份低微，且命前有命中待客，无法以嫡女的身份记名。我这种人，为了一己私情，却要毁了两家世代声誉。清堂不愿背负这样的负累恶名，不如知难而退，就此作罢。燕城世子，对不起。西安王有梦，神女无情。清堂既已做出选择，世子还是另选其他闺女吧。从之，我与清堂妹妹情投意合，她今日拒我，定是她受了什么委屈，有她的苦衷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我裴府的姑娘还能被外人欺负？府内之人也未尝没可能。既是我裴府的家事，岂能容外人指点？方才的话我全当没听见，还望世子往后慎言。晏殊在，送客。是。竟被陈烨讨好，放开我！妹妹怎能又这样不乖？裴宗之，你就一定要彻底操弄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幸福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不爱我没关系，生是生死，你我怨气难灭，有名无关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怨气难灭，有名无关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难道我这一生都逃不开他的掌控吗？喝出来的麝香味。江湾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我要感谢他，给了我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大夫人只因自己半生机遇难平，便要拉着我一同下水吗？这支发簪是大夫人托子期相赠于我，可其中却藏着能治女子不孕的麝香。子期心思单纯，想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只能是大夫人。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做这缺德事？大夫人与裴从之多年母子离心，相增成仇。大夫人又为何因为想要对付裴从之，而对我这个无辜的局外人，做出如此有损阴质之事？何必拿出一副平白受害的模样？你在裴家那群傻子面前的精明算计，在我面前就收起来了。
你与裴从之瞒着这裴府上下，暗通款曲，又有什么理来智慧于我？我与他，跟夫人与外面的男人有所不同。清堂之旨，只当他是兄长，不会与他在一起，更不会与他孕育子嗣。你找错人了，我自己都被困在这府中，还想让我帮你？若是夫人不想子期妹妹的真实身份暴露于世人面前，你最好帮我。他竟连此事都告诉你了，你们连威胁人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可笑那裴从之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留住你，你却一门心思的想要离开他。裴从之，他果然不配得到人的真心。好，我帮你离开裴家。明日我会派人出城去寺庙祈福，你便混在队伍中，随他们同去，永远离开裴家。谁？您放心，刚送来的新鲜货，水灵着呢。是。哎呀，小美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裴府的小姐。小姐，来到了花楼，你就是继子，我请你好好服侍大爷我，你能少受点罪呀？你谁？阁下方才救了我，想必是与那浪荡之人有所不同。我是裴府的小姐，若是求财，救我出去之后，多少钱财都可如数支付。没想到会让你遭受这无端的羞辱。雅千雪，真的是你把我劫至花楼，又是你的计谋吗？怎么敢做不敢认？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你恶心。你走吧，即便是烂在泥沼，也不用你假意来救我。不是我。金堂，我来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都怪我不好。是我自己命不好，燕城世子，以后莫要再来寻我，全当是从未认识过我。你可是怪我没有护好你，所以才受了这般委屈。我今日流落花楼，青羽注定会被毁。我配不上世子，世子应当去寻一个门当户对的清白姑娘。在我眼里，妹妹就是这世上再清白不过的姑娘。女人的清誉，从来就不在这罗裙之下。
没事了。今日的遭遇，你若不想说，我永不过问。但我燕城就一句话：只要你心中有我燕城此生非你不娶。没事了。裴宗志，你竟敢伤他！母亲竟敢动我最在意的人，那就让你也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。你那奸夫的命，就握在我手里，你好自为之。我就是要让你永失所爱！敢有下次永失所爱的人，将会是你。姐姐回心转意便好，能嫁给燕城世子，是皇城多少女子求之不来的福分啊！他待你真心，你便珍惜，切莫因自轻错失这良缘。听闻姐姐去了趟望安寺，中途改道去了哪儿，受了风寒。我没事了。姐姐要精心调养着，万不可影响成婚啊！我当真是心疼姐姐，但平南王府本就是君胄世家，对门楣身份没京中权贵那般在意。姐姐嫁去他们家，是顶好不过的归宿。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被掳去天水巷花楼，影响成婚。去平南王府，不只是好归宿，更是能救我摆脱囚笼的生路。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祖母却同意她嫁给一个外人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居然还惦记着那个小贱人！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个疯妇，发什么癫？你敢为了他打我？打死你这个疯女人！沈清堂这个小贱人，都要嫁人了还勾着裴景明不放，我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一遭。我丈夫在燕城世子手底下当差，这2日同我说了一心密趣事，咱们府沈姑娘在去望安寺途中被掳到了甜水巷花楼，还是燕城世子亲自带人救出来的呢。哎，你别胡说，若是咱们姑娘真落到过那种地方，那平南王府怎可能还来下聘礼啊？许是世子被他勾了心窍，也不一定呢。属下派去灵川的人来报，清堂姑娘的母亲，并非死于瘟疫，其颅骨处遭受重击，骨骼碎裂，瘟疫只是掩盖其死亡真相的托词。另外，在沈夫人的身上还发现了这只发钗，果然是前朝所制。据说是前朝皇帝淑妃之物，仅此一指。若前朝皇帝病逝之时，将宝藏藏匿之处告诉过淑妃，那平南王为何暗中调查清堂？为何纵着燕城接近清堂？便有了答案。清堂的身上定藏有宝藏的线索。采薇，帮我擦身吧。你又想干什么？
我想干什么？不能这样。那这样，裴从之，花楼、金印，我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但你如果现在非要迈出这一步，我定会与你玉石俱焚。明日，我的准夫婿是燕城，不是你。你那准夫婿，可如你我这般亲昵？如我这般，知你身上悄悄藏着一朵紫荆。藏？你说藏？我身上的刺青自小便有。若你我真的有过肌肤之亲，怎会此刻才注意到？裴从之，你骗了我！妹妹如今才知道，倒不算晚。沈仙堂，那晚你虽中了内香，但真相却是……你可看清楚了，我是谁？裴从之，帮帮我！灼灼桃花，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。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。是悲是喜，是转念成空。我要的是有一天我明媒正娶，你心甘情愿。你明明没有，为什么偏要？即便那日我未曾做过什么，可时至今日，你我之间还算得上清白吗？为何不算？如果你真的不在乎我的感受与意愿，大可以在当时便让你我之间无法回头。可你终究没有这么做，不是吗？裴从之，即便我成为了燕城的妻子，往后余生，我也还是会以妹妹的身份，真心为你祈福相助。盼你也可以找到厮守一生之人，就让一切回到正轨，好吗？没有，我对你从未有过半分感情，更谈不上爱。就算你不爱我又如何？我
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你。我在家中等妹妹回来。采薇，还有多久到？快了，过了这个路口就是平南王府啦。一定要顺利。新娘子到！采薇，小姐莫急，我去前面看看情况。这裴府可要颜面扫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平南王府退婚了。不可能！燕城世子向我裴府下了聘书，许我家小姐明媒正娶之诺。平南王府凭什么出尔反尔啊？我们要见世子！嗨，沈小姐做下什么你们不知道？沦落到甜水巷的女人，如何配为世子妃？赶紧走！这事儿，这姑娘可以把这燕家的名声扫毁了。要不要让妃主休养？谁会有？小姐，他们不让我们抬脚进府，说是要退婚。沈姑娘还是请回吧，退婚帖不日便会送去裴府。我与燕城世子约好了，今日成婚。他亲口求娶，即便是不娶了，我也要等他出来，亲口与我说明。好。岁月无声，看花开花落几许。庭院深深，藏多少忧伤孤寂。见过众生，见过天地，而为何今日这亲事，不曾见过非平南王不娶，而是我裴府不嫁。日后，若是我再听到有人敢妄议此事，休怪刀剑无眼，惹祸上身。谁的身影忽远忽近，为过火的心回家。看得仔细。
跟我回家。如何甘愿困在这场梦里？如何转身逃离？还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、怨你、恨你、念你？如何把你抱紧？不怕一粒春风惊醒了回忆，梦过不留痕迹。我已经声明，是我裴家不愿与平南王府结亲，退了婚事。凌波不渡，四溪障泥。哥哥以流言毁我清白在先，又偏要为我挣几分薄面，还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一局是我输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我所有的挣扎，在你眼中都很可笑吧？我怎么会觉得你可笑？妹妹是个聪明人，如若不撞一撞南墙，永远不会甘心。你不想死，你曾经与我交易，用你的一切让我救你。如今你想活得更好，又要拼了命的逃离我身边。你还没有达成目的，怎会甘心就这样去死？但像我这种生命尽毁的女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难道我不是你的退路吗？从小到大，凡你所喜，我都要赢；凡你所恶，我都得远。我早该明白，你想要的，从来都是我俯首称臣，心甘情愿。就像现在。我认命了，求哥哥，救我！我要的就是你的心甘情愿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再也不敢忤逆哥哥。求哥哥怜惜。
裴宗之，妄念不得，都开始在梦中求了吗？从小到大，凡你所喜，我都要迎；凡你所恶，我都得远。哥哥总是这样。但我不是鸟雀，我是一个要自由、有尊严、活生生的人。我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而不是在这个深寨之中作为你的玩物，撩此残生。妹妹不想做笼中雀，竟要当林中兽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会将你的利爪一根一根的扒去，将你全身的傲骨一根根的亲手嚼碎。裴宗之，你就真的宁愿寻死，也不肯应了我？哥哥总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可是这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至死也不会如你所愿。沈清堂，你可以讨好所有人，为什么不肯顺着我，爱我半分？或许因为我跟哥哥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坏，一样的睚眦必报，一样的算计人心。我们这样的人，怎配谈爱？所以，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是吗？我们之间从头到尾都是错。我知妹妹心冷绝情，可以在这个世上没有半分牵挂。说若有一天你真的敢死，你所在乎的人，裴子期、蔡薇，还有你心心念念的燕城，都将为你陪葬。即便是错的，我也要留你在我身边。生相违，死相依，生死不相负。公子是怎么了？无事。是清堂姑娘吗？您还没与她说清，白日里的流言不是您干的，甚至白日里您还为了她跟老夫人起了那么大冲突。
公子也是一番苦心，为何不让姑娘知道，还生了嫌隙？在他眼中，我所作所为皆是卑劣，又何必让他懂我？只是此事一出，日后沈姑娘在裴府的日子，怕是更不好过了。流言一事，你去查查，到底是谁？是。喝水。来日方长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为了一个女子垂头丧气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体统？什么来日方长？我若去了边境，必定3年5载，我哪还有机会再见到青桃？我看你就是个阿斗脑袋，10几年的兵书都白读了。《孙子兵法》36册，第8册，背。我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父亲，您是允我和青堂私奔啊？好了好了，稍安勿躁。眼下你娘盯得很紧，你须得过些时日才能回来。是，父亲。小姐，他们欺负人！谁欺负你了？我是心疼小姐。这几日我们去老太太那儿成婚定亲，她是日日不见。现在账房又要克扣咱们的月钱，哪有这么不给人活路的呀？那流言的事情又不是您的错。是啊。还有那大公子，平白无端的送2个门神过来，难道他也不相信小姐，不想让你离开这仙学院吗？采薇，若是他不派人过来看护，我们这仙学院，说不定哪天就会传出我蒙羞自缢的死信来。小姐，咱们离开这裴府吧。谈何容易！裴从之，你派人看护着，让我死不了，却也不多一份帮助。你是在等我先低头去求你？采薇，我想要配一副可以安眠的沉鱼落雁香。你那儿还有备料吗？有，还有很多呢。好，那就孤注一掷，全都用上。采薇，把他们捆去偏房，再放出风声，就说我们仙学院已经被裴府长家人彻底抛弃了。你们不能进来！这是干什么？仙露，仙露，小姐！行路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肆！你如今不过是个有辱门楣的破鞋。我的名讳，岂是你能叫的？我是裴府的姑娘，又何叫不得？就你这副残花败柳啊，早就一支玉臂万人枕，一点朱唇万人尝了，还把自己当做裴府大小姐呢。花瓣胖子，裴景明送的吧？
我看你呀，就是想赖在裴府里，用你这淫贱身子再勾搭几个男人翻身。裴景明愿意在我落魄时凑过来示好，那是他的事情；管不管得住你的男人，那是你的事情。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不走，那我便送你一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沈清堂，今日我为你设计了一出好戏。裴府养女因花楼失贞沦为破邪，羞愤之下饮酒自醉，溺死于藻土，好叫人生前把你的身子睡烂，死后也能看到你的大好风光。我今日来是老夫人授的意，你就等着陪葬。沈清堂，沈清堂，小姐已经去了。大夫说气息全断，回天乏术。逝者为大，还请大公子不要再惊扰。滚！沈清堂，大家知道我们俩做过什么，我更不介意让他们再看点自己的东西。裴宗之，不装了，利用假死来离开我，这便是你的选择。与其一边受尽屈辱，夹缝求生，一边又是你步步紧逼，被当作砧板鱼肉，我宁可舍出性命去死。你这些手段，骗骗外人也就算了。妹妹生于灵川，金江带湖，自幼水性极好，长于调香世家，调一味归西假死的药，并不难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记住方才的恐惧，沈清堂。一旦我再发现你要试图逃离我的身边，即便是你真的死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妹妹是知道的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说你去招惹他干嘛？你要害死我！我错了，我求你，我不该妒忌堂妹妹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看在我还是裴家骨肉的份上放过我。掌掴他的是右手，
把他按下水的手，又是哪只手呢？住手！孽障！你这是想要裴家绝后吗？你若执意要杀，就杀老师好了。他要杀沈清腾，不过是一命抵一命，很公平。这人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若执意想要为他讨个公道，我依你便是。从今往后，天水巷之事，府中谁也不许提起，绝不会有任何人再刁难于他。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好啊，就依祖母所言。不过，贱婢行路，谋害家人，裴景明任由杜父为虎作伥，罪犯不查。从今日起，去庄子上思过，非死不得再踏入裴府半步。你你也不是一个要求死的人，为何不好好喝药？兄长先前的交易可还算数？是不是只要我答应做你的女人，你就可以满足我一切的要求？一切。